Hello，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经常接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硅谷做产品经理，是不是要技术背景？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很简单，是也不是。那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视频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背景，那我的话呢确实是有工程的背景，是有技术背景。那我本科呢是学的计算机的专业，然后我也读过计算机的硕士，所以的话呢，我当时拿到 Google 的产品经理的面试，的确是看到了我是有技术的背景。不过呢，我本人的技术背景其实比较弱，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学类史。总而言之，就是说我曾经读书的时候，在技术方面不是一个好学生，所以说呢，我如果去面 Google 的产品经理，可能还勉勉强强够；如果去面试 Google 的工程师，我相信我是面不进来的。那么这是我的背景。那到底在硅谷做产品经理要不要技术背景呢？那这个问题答案呢是也不是，就是有的要，有的不要。那要的呢，其实还是少数。那有两种情况，这个公司做产品经理是需要技术背景的。第一种情况是这个公司它有工程师文化的传统，比如说 Google 为一例，因为 Google 的这个创始人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生，整个公司从上到下都充满了工程师的文化，所以呢，他们要求产品经理一定要有技术背景。那另外一个跟这个类似的风格的呢是微软，那微软产品经理一般也是有技术背景，这是第一类。第二类要求产品经理有技术背景的呢，是那些公司它的产品非常的技术性，比如说那亚马逊的产品经理其实有两类，一类呢是不需要技术背景的，还有一类呢专门做技术类产品呢是要求技术背景的，他们叫 PMT。Product Manager Technical。 另外呢，一些非常技术型的公司，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那这些公司的产品经理许多呢也是要求你有技术背景，那这个呢就是 case by case， 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所以总而言之呢，要求技术背景的公司两类，一类呢是公司文化上有工程师的传统，第二个呢是公司的产品非常技术。不过呢，这种情况其实不是太多，大部分公司其实呢对产品经理的技术水平没有硬性要求。比如说大家常看到的这个商务类的公司，比如说 PayPal 的产品经理，比如说eBay 的产品经理，以及呢亚马逊里面做商务方面的产品经理，就不是 PMT 而是 PM 或者 SPM， 那这些都不需要有技术背景。还有一类呢，比如说常见的社交类产品，比如说 Facebook， 比如说 LinkedIn， 这些也都不要求你有技术背景。在这里呢，插入一个小的故事，坊间传言，某 top 科技公司，某顶尖科技公司，曾经一度怎么样呀？他试着去招募一些 MBA 毕业生，非常顶级，比如说非常前几名的学校的 MBA 的毕业生，来自于其他的行业，比如说投资银行，比如说快速消费品。那这些人都非常优秀。结果呢，招进来做产品经理之后呢，他们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主要呢是他们对工程师之间的沟通并不是非常的顺畅，以及呢他们对产品是不是能够做出来缺乏认识。所以后来呢，这家公司在招聘 MBA 的时候，要求他们一定有技术背景。好，现在说了呢，关于招聘角度来说，是不是公司的产品经理一定要有技术背景？那么从你角度来说，从你想要做一个产品经理，想要做一个成功的产品经理来说呢，你觉得你需不需要学一点技术呢？需不需要懂技术呢？那我认为呢，多多少少呢还是需要学一点的，就算这个公司并不是要求你一定要有技术背景。正如刚才所说，因为产品经理整天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要跟工程师交流，所以非常重要的是能够了解他的思维模式，能够说他的语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于产品的定义来说，当然我们需要去思考什么是用户需要的，我们需要去思考市场的需求，但同时我们也要心里大概有个数，
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什么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有一点技术背景能够帮助你做出这样的一些正确的产品的判断。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建议大家学一点技术，那么需要学多少呢？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这个呢，确实是取决于你的目标。我先说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例子。那我知道一些人，因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Google 的产品经理是要求技术背景的，所以呢，他们真的是死磕，就是他们没有技术背景，真的是死磕。比如说，我知道一个 Top MBA 的同学，他本来已经录取了一个非常难进的一个 MBA 的项目，然后同时他还怎么样呀？去他们学校修了计算机硕士的双学位，然后2个学位2年一起拿到，然后后来来了谷歌做产品经理。还有一个同学，他没有修这个双学位，但是同时在读 MBA 的时候呢，在他们学校的计算机系非常顶尖，去修了计算机专业的课程。那么这2位同学都死磕 Google 成功，就是完全靠自学，把自己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这样一个缺陷怎么样呀给堵上，然后呢真正强化了自己的技术实力，要么是读了计算机专业方向的硕士，要么去修了计算机专业的课程，非常努力。那如果你不是为了死磕这些特别少数但是对技术背景有要求的公司的话呢，大部分的公司我建议你呢学一点点就可以了。那有很多种学法，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课程，你可以学一点简单的技术，比如说 SQL， 比如说简单的编程和算法。那网上的课程包括比如说乌德米，比如说 Coursera， 比如说 Udacity， 比如说 Lynda。那我自己还在 Lynda 上学过一些课程，就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技术能力。那线下也有各种各样的 bootcamp， 怎么样？有一句话叫技不压身，学一点肯定是没有坏处的。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产品经理啊要持续学习，特别是对于 MBA 们来说，虽然说产品经理的确是 MBA 一个非常合适的，或者说一个正常的一个通路，一个毕业的一个渠道，但是你会发现很有趣的是，产品经理需要的很多的技能，特别是产品技能和技术技能，这些呢在 MBA 的课上其实是不教的，所以你需要自己去学，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呢真的去学一些你可能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不过我刚才讲了，有很多人他真的是做到了，所以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 MBA 的话，那么你要相信自己，凡事都是可以学的。最后呢，再补充一点上次讲的选组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人的技术水平如何，技术背景如何，和选组呢也是有一些关系的。我非常建议呢，大家如果你的技术背景不是非常强的话，在选组的时候要避开那些对于技术要求非常高的产品或者是组。如果你去一个太技术的产品的话，你的影响力可能会比较有限。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现在你看很多各家公司都有非常多的，它叫做 magical experience，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驱动的一些很神奇的这样的一些体验，这些产品看上去非常酷，但是我可以跟你说，这样的产品很容易成为产品经理的坑，因为很多这样的产品都是所谓的工程驱动，它都是由算法，比如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AI 人工智能所驱动的。产品经理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所以呢，我其实是建议，如果你技术背景不是很强的话，要尽量的去利用自己的优势，使得你的影响力达到最大。比如说，如果是你是商业背景的话，你去看看商业方面的产品，当然如果你不讨厌这个产品的前提下去看看这方面的产品，可能能够发挥你的优势。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个地方。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欢迎点赞、订阅、转发。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的评论，那么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那以后呢，我会把留言区里的问题摘出来，向大家统一做一个解答。好，下次再见，拜拜。